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味道是，觉得他们这边人好热情啊，就没事，真没事，我就带回去给我爸妈一起尝一尝。Hello， 大家，今天是宁波倒数第2集，之后还有一集贵价黑珍珠 vs 宁波家常饭店。就是之前2集有很多人留言说是美食荒漠，就我其实还是挺想说一下的。就宁波这一片在料理方面的花样啊、精细度、多样性，肯定没有粤菜、川湘菜等等这么丰富。但是光就海鲜新鲜程度来说，我真的觉得它很值得被拿出来聊一聊。当然了，本身对美食也是有主观性的，我也很理解可能不爱吃海鲜的人的想法，因为我就是那个初中和亲戚去舟山旅游，然后连续吃了3天青菜疙瘩团子汤的人。但是现在能吃会吃了以后，真的觉得宁波很好，而且宁波这个城市相对它的人口来说，我觉得建设的很不错，交通方便，环境也很好，没有什么旅游景点，但是是一个待着会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就到处都透着松弛感。好喜欢宁波的树啊，就是怎么说呢，都很高耸的感觉，就感觉整个人和大自然融合度会更好一些，心情也更开阔一些。Chinese style dim sum。因为其实前2集宁波的早餐还没体验全嘛，所以我趁爸妈还没有起来，就先来吃宁波的小笼包和麻油蒸馄饨。其实要说美食呢，肯定是谈不上，但很多时候我出来旅游就是想感受一下这种当地人的饮食和氛围。我蒸馄饨好了，会教你的。好。说是小笼包，其实是发面小包子，不过我发现其实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这种样子的。这个发面包子就是它就是纯咸的，然后它的皮其实做的很不好，有点发苦的那种味道。油蒸馄饨，好香啊！它很重的葱香味。它吃起来就像那种上海小馄饨，然后上面有蛋丝，然后有点酱油、麻油。但是它不甜，就是还让我满满的葱香。向大宝路搭长回期，结果还抹开门。虽然吃起来就是传统，宁波可能老底子的那种早餐的味道，但是真的觉得他们这边人好热情啊！就是我打包东西啊什么的，那个阿姨就疯狂的帮助我。那个小馄饨也是纯肉馅的，然后皮特别薄。但是口感会比煮的小馄饨口感好非常多，就还挺好吃的。我感觉是继豆沙小丸子我第2喜欢吃的他们这边的传统早点。煎饺、锅贴什么好像都是死面了，所以我就没有吃他们家最经典的那个锅贴。但是我看了一眼大众点评上的照片，就是他们对宁波的锅贴，就是肉馅里面都会放很多很多的葱。对，就是这是他们这边的锅贴一个特色，应该。我真的每次出来旅游都会遇到一家店离奇休假或者关门，只能就近换一家店吃。昨天吃的那家是象山风格的海鲜面嘛，所以今天来吃一家宁海的海鲜面。点了海鲜炒年糕、海鲜面和一个麦角桶。包边里面包各种素的东西。感觉油了一点，口感很丰富。里面有豆干、芹菜、绿豆芽、胡萝卜、土豆丝，还有粉条。其实这家我感觉厨师的功力看卖相就不如我原计划打算去吃的那一家，用菜籽油炒的。就其实你们大概能从我视频里面感受到，我当时吃的不是特别开心。然后宁海的海鲜面其实没有象山那么重口，这家海鲜食材品质也还不错，但是不如昨天吃的那一家。雪菜味道，道理，他们这边是餐厅里常用的。笑死，笑死了，是吧？它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那种海鲜的味道，不像昨天那个加了调味的那个。昨天那个味道太有点偏咸啊。他们有的时候汤是吧，这样哗哗哗放进去。他们这边的小黄鱼真的很好吃。他们这边小黄鱼真的很好吃。我说宁波 overall 小黄鱼真的很好吃。嫩又小。
又嫩又细，肉质超级细。顺便很后悔当时没有点宁海汤包来吃，就评论区能不能告诉我，是不是宁海汤包和台州的扁食很类似啊？那小黄鱼靠近头的部分会稍微有一点点那种黄鱼的腥气味道。刚才我也知道没有。健完身还是来买大肠了。这个是3两多点，这要吃热的好吃。好，这个猪心比较小，没事，给你一大半。没事没事，真没事，我就带回去给我爸妈一起尝一尝。哦，它的卤汁味道就跟很多别的你会去经过卤汁店的味道闻起来不太一样呢。还点了猪舌和猪心，吃一下大肠头。它甚至一点大肠的味道都，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吃过味道最干净的大肠。就有一些大肠就是属于你进去以后，它有那个大肠一点点味道，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讨厌。然后它这个大肠就是卤汁味道很重，然后几乎没有大肠的任何异味。就我甚至觉得它大肠味道少了一点，然后只有搅吧到最后面的时候才会有一点点那个大肠的味道。啊，我刚刚健身完真的是看上去实在是太邋遢了，然后它油香的。我吃一下猪舌，就是小时候不是有那种鸭胗干啊什么的嘛，它那个猪舌就是跟那个味道是一样的，然后它这个猪舌 QQ 弹弹，好好吃啊，这口感又嫩又弹，很适合下酒。然后来吃一下猪心，那猪心卤的话就会稍微老一点，不像那天我们是大肠糕里面那个猪心，就是很嫩的质地，它这个猪心就会老一些，它就是肉质和纤维感会明显一点点。我觉得猪舌比猪心好吃。我好想和我爸妈坐那个小船，结果被我爸狠狠地拒绝了，没有好几，心狠狠地受伤了。走了半个小时去一家咖啡甜品店坐一坐，店里全是时髦可爱又安静的小姐姐，话我是说不了。本来其实是冲着蛋糕来的，但是意外被他们家的 Dirty 惊喜到了，也就是我爸在5分钟里说了3、4遍这个咖啡真不错的程度，就他一般很少会这么夸。是个非常傲娇的大爷，蛮好喝的。我觉得现在很多蛋糕甜品店为了迎合不甜的口味减糖太多，反而有时候会限制甜品的好吃程度。桂花奶油，还有个是抹茶无花果，来吧，吃吧。哎，我也可以吃。这家就是这么一个例子，他们家其实口感层次、口味各方面都做得挺不错的，但是就给人感觉差了一口气。但是我不敢喝，这个喝了他们家甜度都不是很高的。回酒店打包前去买了个凉冻大糕。给我拿一盒黑米糕好吗？我实在吃不下。你跟老妈 share 一下吧。没有，一般，你试一试啊，咬过来，没关系啊，这个什么？你们2个人这有什么？给我小一点点。我觉得黑米糕就还没有我自己做的好吃，就是因为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可能甜度比较低。走之前再去了一下顾海糕团店，这家和我上一期吃的如辉都算是做宁波传统糕团的店吧。然后1盒乌叶饭，1盒艾草麻糍，还有一个艾草青团。青团什么馅？有什么馅？芝麻黄豆豆它的那种。豆沙。但也可能是我吃不惯本地人的口味，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当天觉得他们家没有如辉的好吃。也欢迎宁波本地人来告诉我你们自己的想法，或者给我安利更好吃的糕团店，我下次去吃。豆沙甜了点，但它这个艾草的味道跟上海的完全不一样。是吧？它草味重很多，但好吃，没有那么油润。来吧，老妈，1人1半，好吧？好，1人1半。我马先生要去逛逛吧。等会我们去逛一下。它的甜度没有很多店铺去逛，在马先生。要么你在这儿坐着。它的我觉得没有如辉好吃。爸爸，我觉得没有味道没那么重，我觉得没昨天好吃。不然昨天吃上去味道很重，很很香，而且它这个就是淡淡的，然后甜度没有昨天那个那么高。我觉得他们家乌叶饭倒是还不错，乌树叶蒸出来的。
艾草麻糍就是几乎除了上面的松针粉之外，完全没有任何味道，我吃挺迷惑的。宁波还有最后一集了，下期再见。